裴府千金为了一个香囊，被裴承安推下冰湖，他烧到昏迷。我夫君却逼我签供词，说他是自己失足，只因为那个凶手要进国子监，全府都等着我哭，我闹，我认命，可我偏偏笑着撤状，因为从那一刻起，我不做裴家主母了。我要做裴家最大的债主，他们以为保住了一个前程，却不知道我要收走他们整个二房。而这一切要从3日前那只香囊说起。承安哥哥，还给我，这是娘亲送我的。想要，自己去捡。姑娘落水了，快来人救命！寒气入肺，今夜若退不了烧，恐怕会伤了根本。用最好的药，银子不是问题。娘，承安哥哥推我。状曲送到京兆府了吗？已经送到了。江兆月，你竟敢告承安！承安马上要参加国子监检测，你这时候告他，是想毁了他吗？他把宁儿推进冰途，我告错了。宁儿已经救回来了，所以宁儿没死，承德就没有错。明日撤状，再把这张供书签了。你要我说，是宁儿自己掉下去的。只是一句话，却能保住承安一辈子的前程。那宁儿的命呢？他只是受了些寒，别把事情闹得无法收场。爹爹，宁儿在叫你。等你答应撤状，我再来看他。他差点死了，你还在拿他威胁我。我是为了整个弟妹，你若不撤状，我便跪死在这里。甚至承安是你兄长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你不能不管他。嫂嫂放心，我不会让承安出事。你的儿子推宁儿下水，你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承安年少无知，宁姐儿却已经平安了。在你眼里，没死就叫平安？母亲，请您替承安做主。江氏，立刻去京兆府撤状。母亲连宁儿的伤都不看，就要我撤状。一个丫头受点寒，能比裴家长孙的前程重要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官府？既然要讲一家人，那就去正厅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讲清楚。都去正厅。是不是你推宁儿下水？是他自己站不稳。湖边两个婆子都看见了，你还敢撒谎？就算是我推的，他不是没死吗？承安，别乱说话。这就是你拼命要保的人。承安还小，说话没有分寸。他17岁，叫还小；宁儿7岁，差点被淹死，却该为了他懂事。江氏，你非要逼死裴家的长孙吗？若今日脱水的是承安，你们也会劝柳兰英大度吗？弟妹，求你给程阳一条活路。程阳若失去见识资格，我便去地下陪他父亲。嫂嫂已经求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吃裴家的，住裴家的，也该为裴家出一份力。我再问一次，你一定要我撤状？必须撤。好，我撤。你早这样懂事，何必闹成这样？我可以撤状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你又想要什么？第一，从今日起，裴家再用我的嫁妆，必须写借契。夫妻一体，花你的银子还要写欠条？既然是一体，夫君替裴家签字，有什么不敢？区区银钱，我裴家还会赖你的账？那就写。第2个条件呢？把2房、账房和库房钥匙交给我。账房一直有母亲和我照看，怎能突然交给你？我要拿嫁妆填裴家的窟窿，却不能看裴家的账。钥匙给他。甚至账房里只还有……帮他撤这些都是小事。请账房先生进来立契。契书如何写？写明2房所用江氏嫁妆皆为借款，每取一笔。裴慎之亲自签认，还有账房、库房由我接管，族老共同见证。只要你明日撤状，我现在就签。请夫君签字盖印。契书已成，江氏也该守诺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去京兆府。拿去。夫人，您真的要撤状？撤，但原状纸、证物和证人名单全部留下副本。您要这些做什么？他们想用承安的前程换宁儿受委屈，那我就用这张契据换裴家把欠我们的全还回来。账上有问题。裴家不是缺银子，他早就资不抵债了。第一笔债，现在开始算。2房现在还有多少家产？祖宅1座，田庄2座，铺面6间。二爷又在翰林院任职，外人都说咱们裴家家底丰厚。账房里还有多少现银？126两。这么大的裴家，只剩126两。先把2个田庄的庄头叫进来。
2座田庄1年该收多少粮？正常年景能收1万斗。这3年收了多少？前年大旱，去年闹虫，今年又发了水，2座庄子已经连续3年没有进项。没有进项，庄子靠什么养人？靠夫人的嫁妆贴补。田庄查完了，把6间铺面的掌柜叫进来。6间铺面为什么只有3间赚钱？另外3间一直由大夫人管着。他拿走了多少货？3年里，大夫人从药铺、绸缎铺和脂粉铺取走了8000两的货。银子结了吗？去请大嫂，告诉她，8000两的账，今日必须说清楚。弟妹，都是自家的铺面，何必查得这么严？3间铺子被你亏空8000两，银子去了哪里？承安读书、拜师、结交贵人，哪一样不要银子？你儿子花钱，为什么从我的铺子拿？你是承安的二婶，帮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夫人，承安少爷的债主堵在府门外，正吵着要银子。把人带进来。不过欠了几两银子，你们也敢闹到裴家来？酒钱1200两，赌债2600两，买马还欠600两，一共4600两，你拿什么还？叔父说过，我在外面欠的钱，他会替我处理。去请二爷，问问他是不是真要替侄子还赌债。3日之内，裴家一定还钱。你们先回去。裴大人，这可是您亲口答应的，我说到做到。4400两，从哪里出？先从你的嫁妆里拿。裴家的田庄铺面和俸禄呢？夫妻本为一体，你何必分得这么清楚？夫人，府里能卖的东西，二爷已经典当的差不多了。前朝玉瓶800两，紫檀屏风1000两，老侯爷留下的端砚600两，12件古董共点了6400两，银子又花在了谁身上？承安要参加国子监剑客，我替他打点关系。等我进了国子监，这些银子自然能赚回来。既然是为你花的，这6400两便记在你名下。凭什么记我的账？承安还没有入世，怎么还得起这么多银子？还不起就可以随便花我的嫁妆。赵月，承安是我的亲侄子，你不要斤斤计较。二爷，老夫人这个月的药钱，还有下月寿宴的银子，该支了。一共5300两，药钱800两，寿宴3000两，人情往来1500两。往年的药钱和寿宴从哪里出？也是从夫人的嫁妆里出。出了几年？5年。田庄、铺面、承安的赌债、典当的古董，还有老夫人的花费，全部加起来。过去5年，二房一共从夫人的嫁妆里拿走了29870两，再加今日要支的130两，正好3万两。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夫君，这3万两你准备怎么算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花你的银子算什么债？夫君昨日亲口答应，裴家再用我的嫁妆，必须立下戒契。那是从昨日开始。好，以前的3万两我暂且不追，但从今日起，田庄亏空，铺面欠款，承安的债，还有老夫人的花费，都要逐笔签认。我不会签。叔父，剑士还差5000两打点银子。这5000两我可以出。二婶当真？只要夫君把今日所有支出签成借款。你是在逼我？夫君不愿签，我便不借。甚至不过是一张借契，先保住承安的剑士要紧。拿账册来。二房田庄维持费用3200两，3间铺面亏空8000两，承安少爷的酒债、赌债、买马和剑士花费共11000两。5000两银票还在我手里，已经签完了，把银票给承安。多谢二婶。弟妹肯为承安着想，我便放心了。赵月，你终于知道该如何做裴家的主辅了。账目清楚，才能长久。夫人，您明知他们还不起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借？他们以前花我的银子不用还，从今日起，他们每花1两，就多欠我1两。他们以为您在帮裴家，其实是在等裴家还不起债。2座田庄没收成，3间铺面亏空，府里只剩126两。照这样花下去，裴家撑不过3个月。夫人，账还没有查完。还有什么？二房最大的亏空，在城外的一座粮仓，那座粮仓的官契上写的是夫人的名字，可仓里已经少了整整8000吨官粮。
夫人，城外粮仓少了8000吨官粮。谁动的粮？大夫人柳兰因，可仓期写的是您的名字，户部一查，先抓的是您。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是不是他做的？去粮仓一看便知。备车，现在出府。夫人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不能来，仓里正在盘点，不方便开门。你不开，我便带人砸开。还不快开门！夫人进去以后，可千万别声张。这么大的粮仓，怎么只剩这些？账上应有12000担，现在还有多少？4000担，剩下8000担被谁运走了？大夫人拿着二爷的手令，让我们放粮。裴慎之也知道，二爷的印就在借粮文书上。把文书拿来。柳兰因借走8000吨官粮，单找人却写的是我。他冒用夫人的粮仓，还敢盖二爷的印。大夫人说都是一家人，写谁的名字都一样。官粮没有运回裴府，而是卖了，全卖给了边地粮商。卖了多少银子？当时1石1两，卖了8000两。现在买回8000时要多少？粮价涨了，如今1石要2两，全部补齐要16000两。卖粮只得8000两，买回来却要16000两，直足差了8000两。卖粮所得的8000两还剩多少？1两也没剩，全被大夫人拿走了。你带着账册跟我回裴府，今日当面对账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借走8000吨官粮，又传手卖给边地粮商，认不认？我只是拿粮食周转，又不是不还。卖粮的8000两呢？承安读书、拜师、结交贵人，处处都要银子。你替儿子铺路，却要我替你坐牢。慎之，你快进来解释。这件事我知道。你知道他借的是官粮？嫂嫂只是想赚些银子，给承安准备前程，她没有恶意。可仓契上写的是我，户部查到亏空，进大牢的人也是我。只要把粮补上，谁会抓你？若是补不上呢？你娘家是皇商，16000两又不是拿不出来。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却一直瞒着我，等我拿霸庄填这个窟窿。夫妻本为一体，你的钱不也是裴家的钱？嫂嫂孤儿寡母，你多帮她一次又如何？弟妹，你不会真看着裴家出事吧？不会，这个窟窿我帮你们补。那你赶紧拿16000两出来。我先拿4000两，买回2000绉粮，剩下6000绉，我再筹银子。这才是裴家主母该做的事。但这笔债不是我的，我替二房出钱补粮，二房必须给我立一张代偿契。又要写契书？很简单，我替你们还债，你们将来还我。第一条写清楚，粮仓虽然登记在江兆月名下，实际由裴家二房管理使用。为什么非要写这一条？因为粮是你们动的，不是我动的。只是说明粮仓归谁使用，写吧。第二条，官粮亏空以及补粮银子全部由二房承担。这么多银子，二房如何承担？不能承担，就别让我补。户部来查时，大嫂自己去解释。慎之，我不能进大牢。只是先把责任写清楚，银子以后慢慢还。若是还不上呢？这正是第三条，还不上便用二房的产业抵债，2座田庄、6间铺面，还有二房宅院。二房无力还债时，全部交给我抵债。不行，那可是裴家的家产。裴家的家产不能动，我的嫁妆便能随便动。赵月是我的妻子，即便产业抵给她，也还在裴家人手里。夫君既然这么想，那便签吧。契书贴了，银子呢？现在便买粮。裴家二房以田庄、铺面和宅院作保，若还不上江姑娘代付的银子，产业便归江姑娘。正是。契书已经入官党，签契之人不能反悔。二爷以为夫人只是替他补粮，他不知道，他亲手把整个二房押给了我。户部急令，1个月后彻查京中所有官粮仓，仓粮不足者，仓主问罪；知情蒙蔽者，同罪严办。赵月，剩下6000吨粮必须尽快补齐。粮我会补，你们欠我的债也会越补越多。1个月后，户部清查所有官粮仓，少1段粮，仓主问罪；私卖官粮者，押入大牢。若是查出粮是我卖的，我会坐牢。何止坐牢，裴承安的见识资格也会被取消。叔父，你一定要救我！赵月，剩下的6000担粮，你来补。6000担粮，1石2两，需要12000两。从你的嫁妆里拿。
上次补粮的4000两也是我出的，现在又要12000两。夫君当我的嫁妆取不完吗？弟妹，你总不能看着我被抓走。官粮是你卖的，我为何不能看？慎之，救救我们母子！赵月，这次算我求你。你求我救谁？救嫂嫂，也救程安的前程。还是没有宁儿，也没有我。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你先拿银子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。银子可以拿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二房必须按我的规矩办。周账房，把二房所有地契、房契和铺契拿来。2座田庄、6间铺面，还有二房东府的房契，全在这里。我只要你们还钱，还得上，产业还是你们的；还不上，田庄、铺面和宅院便归我抵债。那可是裴家的祖产，官粮还是朝廷的。你卖的时候怎么不怕？夫君不愿意，就自己去筹12000两。叔父，不能让他走，他不出钱，母亲会坐牢，我也不能参加见识。你兄长临终前把我们母子交给了你，你答应过他，会护程安一辈子。我可以用二房产业做保，甚至只要能够补齐官粮，产业不会真的丢。还有一个条件。还有什么条件？裴承安也要在契书上签字。我不签。粮是我卖的，与承安有什么关系？卖粮赚来的8000两，是不是花在他身上了？那是为了他的前程。赚银子时，他是受益者；出了事，他变成了无关之人。银子是母亲自愿给我的，凭什么让我背债？因为你已经17岁，不是3岁孩子。你喝的酒、欠的赌债、拜访权贵的礼，全是卖官粮换来的。叔父，你说过会替我承担一切，我当然会护着你。那便签字，裴承安承担责任，裴慎之为他担保。不能签，承安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不能背上这样的债。大嫂又想让谁替他背？让我替你坐牢，再让宁儿替他受委屈吗？慎之，你一定要护住承安。签，叔父，我替你担保，你怕什么？裴家二房所有田庄、铺面及东府宅院统一登记做保。江兆月出银12000两，补齐粮仓溃空。裴承安为粮仓经营受益人，与二房共同承担债务。快签！还有手印。夫君是二房之主，也是裴承安的担保人，请签字盖印。慎之，你再想想。赵月已经把嫁妆全拿出来了，他离不开裴家，更不可能真收走裴家的产业。现在把银子拿出来。送契书去官衙备案。周账房随我去粮行买粮。江姑娘要买6000担粮，今日装车，明日全部送进城外粮仓。粮价还在上涨，现在买并不划算。贵要买，粮仓少粮，赔的是银子。户部查到缺口，丢的便是命。请立刻调粮。来人，装车！第1车500吨，记上。第12车500吨，6000吨粮已经全部入仓，加上原有的粮食，够不够观测数目？12000吨，一粮不少。封仓，等户部来查。观测记载12000吨，开仓验粮。若是还差粮怎么办？江兆月已经把全部嫁妆投进来了，不会出错。12000兜，粮数相符，首次盘查通过。我的暂时资格保住了。二爷他们都以为危机过去了，他们还认定夫人的嫁妆已经花光，再也翻不了身。他们以为我在填粮仓，其实我是在把二房的产业一处一处变成我的抵押物。这信送去哪里？一封送京兆府，一封送户部，另外3封分别送给裴家的3家债主。信中写了什么？裴家二房可以收网了。一封送京兆府，一封送户部，另外3封送给债主。告诉3家债主，我愿意用现银买下裴家的欠条。夫人为什么要替裴家买债？不是替裴家买，是把裴家的债买到我手里。债到了夫人手里，裴家以后便要还您。让他们明早带着欠条来账房。江姑娘真愿意替裴家还钱？我不替他们还，我出银子买下你们手里的债。我们拿到银子以后，裴家便欠您。今日拿现银，还是继续等裴家还债？3位自己选。我卖，我们也卖。立债权转让契。陈老板6000两，孙掌柜4800两，刘掌柜4000两。我按8成现银收购。总比裴家一文不还强。江姑娘买这么多烂账，就不怕裴家还不起？我买的就是他们还不起。把裴家全部外债拿来，当场算清。裴家外债一共21000两，如今14800两的债权都在夫人手里。
占了多少？整整70%。也就是说，裴家欠外面的钱，大半都变成欠夫人的了。还不止这些，先算他们欠我的3万两。过去5年没有欠条，这3万两怎么讨？重整契里写得很清楚，二房历年利用江氏嫁妆，全部列为借款。二爷签字盖印，等于亲口承认欠了夫人3万两。夫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他们拿走的嫁妆变成合法债务。对，再看第2本，裴家拿什么还债？2座田庄，6间铺面，还有2房东府宅院，这些全是抵押物。裴慎之每向我借1笔银子，便把一处产业押给我。若二房还不上，田庄、铺面和宅院便归夫人。夫人做的第2件事是把整个2房变成抵押物，还有第3件事，把粮仓的罪送回真正栋梁的人身上。这上面写明，粮仓由裴家2房实际经营，柳兰英签了借粮文书，裴慎之盖了放粮手令，裴承安按了受益人的手印。户部再查，便能证明卖粮的人不是夫人。官粮亏空的责任也会落回他们3人身上。我的嫁妆变成债，裴家的产业变成抵押物，粮仓的罪责也不再压在我头上。外债70%也在夫人手中，裴家若还不起，整个2房都得交给夫人。所以我从来不是在救裴家，我是在等他们欠到还不起。夫人如今才是裴家最大的债主，不是裴家主母，是裴家债主。娘亲，您拿回这些以后，会带我离开裴家吗？娘亲想带你另立女户。什么是女户？以后你和娘亲单独一本户籍，你的银子、婚事和将来都不能再由裴家替你决定。爹爹也不能把我的东西给程阳哥哥了。不能。那我愿意跟娘亲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京兆府地申请。夫人，官府真的会准许母女与夫家分股吗？大胜率有3条：夫家侵吞嫁妆，丈夫危及妻人性命，女方又有独立产业。这3条我们全占了。娘亲，官府若问我愿不愿意走，我会自己回答。好。京兆府到了。江兆月申请携女另立女户。是。理由？裴家侵吞我3万两嫁妆，裴慎之包庇侄子，伤害我女儿。粮仓出事后，他又想让我替真正犯错的人担罪。借契、抵押契和状纸都有官府备案，证据够了。还缺什么？还要问孩子愿意跟谁。裴宁，你愿意留在裴家，还是随母亲另立女户？我跟娘亲分户以后，你父亲不能再替你处置财产和婚事。我愿意。我落水的时候，爹爹选了承安哥哥，现在我也自己选一次。申请正式受理，告知书今日便送到裴府。江兆月申请携女平夫，并分割母女名下全部产业。他要带走宁儿，还要把他的嫁妆、债权和抵押产业全部分离出去。他的嫁妆都用来补粮了，还剩什么产业？这便要问裴大人自己签过什么契。不对，他若一无所有，绝不敢分户。跟我去账房查契书。为什么过去5年的嫁妆全成了2房债务？重整契上有2爷的签名，外面70%债权，为什么也在江兆月手中？他已经从3家商户手里买下欠条，田庄、铺面和东府也都押给他了。是，若裴家还不上钱，最后会怎样？东府宅院归江兆月。江兆月，你把过去5年的嫁妆变成债，又买走裴家70%外债。夫君终于看明白了。2座田庄、6间铺面，还有东府宅院，全在给你的债做保。裴家一旦还不上钱，连祖宅都要归你。夫君又说错了，我要拿走的不是1座祖宅，是整个2房。你把嫁妆变成债，又把田庄、铺面和宅院都押到自己名下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每张契书都是你自己签的，是你一次次拿我的银子去救柳兰英母子。没有账册和印章，你便什么都证明不了。来人，把他的账册全部搬走。这是夫人的嫁妆章，谁也不能碰。她嫁进裴家，东西便都是裴家的。你夺走账册，是想赖掉亲手签下的债。我要让京兆府知道，这些债都是你伪造的。你连自己的签名也要不认。封账房，收走钥匙和印章，再去请母亲、嫂嫂和祖老来。江氏，你竟敢谋夺裴家祖产！裴家拿走我3万两嫁妆时，
怎么没人说是谋夺？弟妹，我们把你当一家人，你却要抢走我们的宅子。卖官粮的是你，花银子的是你儿子，最后欠债，倒成了我抢你们。他已经执迷不悟，那便先把他关起来。娘亲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宁儿别怕，娘亲只是要回自己的东西。你娘为了银子，连裴家祖宅都要抢。是你们先拿娘亲的银子。宁儿与你们的债无关，把它还给我。你什么时候认错，什么时候见他。母亲，把宁宁带走。娘亲，我要跟娘亲在一起。裴慎之，你敢拿亲生女儿威胁我？交出债契，撤回女护申请，我便让你见他。宁儿落水时，你用她保侄儿，现在你又用她逼妻子，你也配做父亲？把江氏关进后院，他身边的人一个都不准留下。你们控制夫人和姑娘，这是犯法。等京兆府判他谋夺夫产，他便是罪人。所有契书都有二爷的签名，你们赖不掉。有账房作证，便能证明他是诱骗签契。周先生，我们谈谈吧。明日去京兆府作证，就说所有借契都是江兆月诱骗慎之签下的。契书是二爷亲自看过、亲自盖印的。我当时只想救裴家，根本不知道他藏了陷阱。让我说假话，我做不到。你不做，你在城外的妻儿便活不了。借契是谁诱骗我签的？江兆月。粮仓亏空是谁故意制造的？也是江兆月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借粮仓逼裴家抵押产业，谋夺夫家祖产。按手印。现在随我去京兆府递状诗。到了公堂，你只能按刚才的话说。说完以后，放了我的妻儿。只要江兆月认罪，你的家人自然平安。甚至，京兆府真会信我们吗？他手里的原账已经被我夺走，再有周账房亲口作证，他百口莫辩。二爷，京兆府到了。我要告妻子江兆月诱骗丈夫签契，谋夺夫家祖产。你能证明？小人是裴家账房，所有借契都是江兆月设计好的。他还故意弄空粮仓，逼我们抵押家产。3日后开堂，双方到场。回府，先让族里逼他认罪。京兆府已经受理我的状纸，开堂之前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交出剩余嫁妆和全部债券，撤回女护申请，再向夫君认错。只要你听话，裴家还许你做正妻。你们抢走我的女儿，夺走我的账册，还要我拿出嫁妆，感谢你们让我继续做正妻。女子离了夫家，还能去哪里？弟妹，认个错，一家人还能和和气气。你卖官粮时是一家人，要坐牢时我也是一家人。现在我要讨债，你们便说我谋夺夫产。你不认错，便永远见不到宁儿。娘亲，宁儿，交出债契，撤回分湖申请，否则宁儿便一直留在我院中。娘亲不要答应，他们抢了您的银子，他们把宁儿带走。你以为只有宁儿吗？连你最信任的账房也愿意指证你。你说，借契是夫人诱骗二爷签的，粮仓亏空也是夫人故意制造的。他们拿什么逼你？他是在说事实。把他的账册都搬出来。你要烧掉所有原账。账册没了，谁还能证明裴家欠你银子？还有你亲手签下的契书。契书也在箱子里。今日过后，你便只剩一张嘴。女儿被扣下，丫鬟被赶走，账册烧了，账房也已经倒戈。3日后开堂，你拿什么证明自己？女人离了夫家，纵然有银子，也只是任人宰割的肥羊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忙了这么久，烧掉的却只是裴家留存的原账，真正的契书从来不在裴家。真正的契书不在裴家，到底在哪里？每份契书我都留了3份副本，一份送进京兆府，一份存在商会，另一份交给债主保管。裴慎之所签借契、抵押契，均已在官衙备案。江兆月诱骗我签字，契书不能作数，每一页都有裴大人的签名、私印、
和见证印，是不是受骗，应由公堂判断，不由裴大人烧账决定。可周账房能证明他设局，把他如何诱骗我前妻，再说一遍。妾妻都是夫人设下的局。周账房，你经手过签契，却没有参与粮仓运粮，也没见过柳兰英卖粮，更没见过银子花到哪里。他根本不是核心证人，真正知道粮被谁运走的人已经到了。8000吨官粮是谁让你放出粮仓的？大夫人拿着二爷盖印的手令，命小人放粮。胡说！160辆粮车，每辆都有车号、时辰和接粮人的签名，手令也在京兆府封存。小人不敢说谎。粮运出去是为了替裴家周转，那便说清楚，粮运去了哪里？8000吨官粮是柳兰因托牙行卖给边地粮商的。我只是暂时借粮做生意。卖了多少银子？8000两，全部送进裴府。银子交给了谁？6000两交给裴承安使用，另外2000两填了铺面欠账。请真正花银子的人出来。母亲给我的银子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上面写着，裴承安领取粮仓收益6000两，名字是你签的，手印也是你的。我只管拿银子，没问银子从哪里来。拿钱时你是受益者，出了事变成了什么都不知道。承安年少，只是听从长辈安排。那就把铺面的借款流水也念给他听。绸缎铺借款2000两，转给裴承安拜师。药铺借款1800两，替裴承安还酒债。脂粉铺借款2200两，供裴承安宴请权贵子弟。叔父，这些都是你答应给我的。铺子向我借钱，你亲手签字担保，如今银子、签名和去向全能对上。这些只能证明承安花了银子，证明不了江兆月没有故意陷害裴家。那就说说最开始的事，把宁儿落水的证人请进来。宁姑娘落水那日，是承安少爷从背后推的。宁姑娘掉进冰窟后，承安少爷还说死了也没人敢怪他。你们收了江兆月多少银子？我们的证词早就封存在京兆府。宁儿被推下水后，你却逼我说她是自己失足，这张供词也是你亲手拿来的。不过，这还不是裴承安犯下最大的事。半个月前，裴承安卖掉江兆月名下的东街绸缎铺。谁准你卖我的嫁妆？我只记得筹件是银子。买卖契上盖着江兆月的印，可商会核验后发现，这枚印章是假的。你伪造了他的印章。你为何从未告诉我？叔父，我若没有银子，便进不了国子监。你不是一直说我的前程最重要吗？伪造印章、私卖官契登记的铺满，我只要追究，他不但失去见识资格，还要入狱。弟妹，承安不能坐牢。他能不能坐牢，不由你哭多少声决定。现在该裴慎英做选择了。第一条路，把裴承安交给京兆府，伪造印章、私卖铺面，他自己承担。叔父，不要！第二条路，你替他承担所有债务和责任，同时承认之前所有借契、抵押契和放粮手令都是你自愿签的。你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步。我没有逼你，交不交裴承安由你自己选。甚至承安是你兄长唯一的血脉，你答应过王府会护他一世。叔父，我不能进大牢，你再救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听话。他推宁儿下水时，你护他；他花光裴家的银子时，你护他。如今他伪造官契，你还要不要继续护？拿责任书来。裴慎之确认，过往借契、抵押契及放粮手令，皆为本人自愿签署。裴承元所欠债务、所获粮仓收益及伪造印章之责，由裴慎之连带承担。甚至这责任太重了。只要他能留下前程，我承担得起。还有最后一条，以你的全部家产和官职信誉作保。二房若无力还债，裴慎是以名下所有财产和俸禄承担。你明知这是陷阱，还逼我签？我没有逼你，放下笔，把裴承安交出去，你便不用承担。救我！我绝不会让兄长唯一的血脉进大牢。裴大人，官印一落，便等于以官身信誉担保，甚至不能盖官印。叔父，只有你能救我。你以为凭这些契书就能夺走裴家？能不能？3日后公堂上自有分晓。3日后，京兆府见。
今日定要让京兆尹严惩江氏这个恶妇。族老周仗庄都站在我们这边，他赢不了。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。升堂，原告、被告入内。江兆月，你准备用哪本假账狡辩？第一件证物，宁儿落水那日，你逼我替凶手撒谎的供词。裴慎之状告妻子江兆月谋夺夫产，江兆月状告裴家侵吞嫁妆私卖官粮。今日两案同审。大人，江兆月不敬夫家，诱骗我签下债契，他还勾结商户，想夺走裴家田产和祖宅。江兆月，你可认罪？民妇不认，请裴慎之把他所谓的罪一条条说清楚。他明知裴家急需银子，故意逼我签契，等裴家还不起，他便拿契书抢夺祖产。大人，夫妻本是一体，江氏将夫妻情分算成债务，分明是存心害夫。裴家是清贵门第，请大人维护宗族体面。本官审的是证据，不是裴家的脸面。江兆月，他说你诱骗签契，你有什么话？先请大人查裴家花了我多少嫁妆。江兆月出嫁时，官衙登记嫁妆4万8千两。过去5年，裴家2房共取用3万两。3万两可曾归还？夫妻之间不必归还。也就是说，你承认银子是裴家拿的？妻子的银子本就该补贴夫家。大人，他不是不认这笔钱，他只是认为拿了便不用还。传裴家账长周有福，3万两嫁妆花在了哪里？田庄亏空，铺面欠账，老夫人寿宴，还有承安少爷的酒债、赌债和见识花费。你之前明明说是江兆月故意做假账，二爷用我的妻儿逼我，我才做了伪证。裴家用掉的3万两，并非无凭无据。裴慎之后来已经签字确认，全部列为2房借款。契上有裴慎之签名、私印，还有族老见证印。签名和印章可是你的？是，可那是他答应救裴家，我才不得不签。我拿自己的银子替你还债，让你承认欠我，也叫逼你。第一项查明，裴家长期侵占江氏嫁妆。第二项，查8000吨官粮去了哪里。是谁命你放粮？柳兰英拿着裴慎之盖印的手令，160辆粮车，每辆都有出仓记录。我只是暂时借粮做生意。官粮是朝廷之物，岂容你私借？粮出仓后，并未用于裴家，而是被他卖了。柳兰因将8000吨官粮卖给边地粮商，所得8000两，6000两给了裴承安。我不知道那是官粮钱。你领钱时亲手写了粮仓收益4个字，下面是你的名字和手印。剩下2000两呢？填了柳兰因经营亏空的3间铺面。这枚私印是不是你的？是。你是否知道放出的是官粮？他知道。我发现亏空时，他亲口说柳兰英只是想给裴承安篡前程银子。我只是想先补回粮食，不让嫂嫂获罪。知情不报还帮忙隐瞒，你保的不是寡嫂，是盗卖官粮之人。第3项，查我女儿为何落水。你们亲眼看见了什么？承安少爷从背后推了宁姑娘，宁姑娘掉进冰湖后，他还不让我们救人。他们收了江兆月的银子。他们没有撒谎，是你推我下去的。女儿高烧昏迷时，裴慎之却逼我撤状，还逼我承认是宁儿自己失足落水。这份供词是你拿给江兆月的。承安正在参加国子监监考，宁儿已经救回来了，没必要毁掉他的前程。爹爹，我差点死了，你却只怕承安哥哥不能读书。第4项，查裴家用什么担保这些债。2座田庄、6间铺面、东府宅院以及裴慎之名下全部家产。这些契书都是你亲手签的？是，但我当时根本没有仔细看。裴慎之，你是翰林院编修，你是想告诉大人你不识字吗？我只是相信自己的妻子。你不是相信我，你是觉得我的嫁妆本就属于你，所以你盖印时根本不在乎自己压了什么。契书字迹清楚，官衙备案齐全，你一句没看，推翻不了亲手盖下的印。嫁妆被侵占，属实；官粮被盗卖，属实；裴承安伤人，裴慎之逼迫撤状，属实；抵押契书与责任书也全部有效。裴家2房欠下的银子能否立即偿还？裴家如今没有那么多现银，既然无力偿还，便按抵押契执行。江兆月名下嫁妆与裴家财产彻底分割，裴家2房偿还全部嫁妆债务与外债，无力偿还部分以2座田庄、6间铺面和东府宅院抵债。东府是裴家的祖宅，不能给他。
契是裴慎之签的，债是裴家欠的，不是官府将宅院给江兆月，是裴家自己将他押给了贷主。柳兰因涉嫌盗卖官粮，押后调查；裴承安涉嫌伤人，领取赃银、伪造印章，同案查办。慎之，快救救我们！叔父，你说过不会让我坐牢。裴慎之知情包庇、指使伪证、滥用官印，即刻停职，交由吏部审查，带上执行文书，立即接收抵押产业。江氏，你真要拿走裴家的田庄和祖宅？你一个嫁进来的外姓女子，凭什么分裴家的家？我没有分裴家的家，我只是来收裴家欠我的债。判决以下，谁敢阻拦执行，便一并拿下。不能摘，这是裴家的门面。东府宅院已经抵给江兆月，从今日起，此处不再属于裴家二房。江兆月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绝吗？裴慎之，是你亲手把宅子押给了我。你做这么多，无非是怪我忽视你和宁儿。只要你撤销债务，我愿意接你们母女回来。你还以为我要的是你的回头？你终究是我的妻子，离开我，你还能依靠谁？我依靠自己。这是京兆府刚刚准下的和离判牒，从今日起，你我再无夫妻关系。你真的要和离？你夺宅子讨债，告上公堂，不就是想逼我低头吗？我拿回自己的银子，不是为了等你低头。你若不是嫉妒嫂嫂，为何处处针对她？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在和柳兰英争你？你看清楚，我不要你了。你只是恨我从前忽视了你。只要我以后对你和宁儿好，这个家还能回来。宁儿落水那日，你逼我替裴承安认罪，从那天起，我便不再需要你的好。我只是想保住承安的见识资格，所以宁儿的命就该给他让路。不只是和离，我和宁儿也已经离开裴家户籍。经京兆府核准，江兆月携女另立女户。从今日起，母女二人与裴家户籍正式分离。宁儿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江兆月凭什么把她带走？裴家侵吞江氏嫁妆，又危及母亲性命。江兆月有独立产业，依法可以携女分呼。她年纪小，根本不懂选择。那便让她当众再选一次。裴宁，你愿意跟父亲回裴家，还是随母亲生活？宁儿，跟爹回去，爹以后会补偿你，也会给你准备最好的嫁妆。我跟娘亲。我是你父亲。我落水的时候，你先选了裴承安，现在我也选娘亲。你跟着他，便拿不到裴家给你的嫁妆。裴家的嫁妆，我一文都不要。娘亲会教我识字算账，我以后可以自己挣。女户成立后，裴宁可以继承江兆月名下全部产业，他的婚事和财产也不再由裴慎自处置。连女儿出嫁，我也无权做主。无权。你是裴家的血脉，怎能说走就走？祖母从前也没把我当裴家人，我供你吃穿，你却跟着你娘背叛裴家。我落水时，祖母让我别毁了承安哥哥的前途，那时您怎么没问我疼不疼？宁儿想说什么便说。在祖母眼里，承安哥哥的前程比我的命重要。既然如此，以后便让他给您养老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不是不孝，我只是不想再用自己的命换你们高兴。宁儿，不许这样对祖母说话。爹爹也一样，以后我的前程不用你们施舍。柳兰因、裴承之，粮仓案尚未审结，二人随我们回府继续问话。慎之，你快告诉他们，粮仓的事由你承担。我已经签过责任师，所有事情我都会替你们扛下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三人更要当面对质。等等，卖粮的事本来就是慎之安排的。嫂嫂，你在说什么？放粮手令是你盖印的，田府亏空也是你命江兆月出银子。明明是你为了给承安赚钱，私自卖粮。我一个寡妇，若没有二房之主同意，哪里敢碰官粮？赚银子时，你说是为了儿子的前程，如今要获罪，便全成了裴慎之的主意。他是二房之主，自然应该负责。承安，你告诉官差，银子是不是你和你母亲拿走的？我当时年幼，不懂那些账。17岁喝酒赌钱时不小，如今担责任，倒成了孩子。是叔父说他会替我安排一切，那些借契和确认书也都是他让我签的。是你哭着求我救你，又不是我逼你盖印。我替你还赌债，替你打点见识，我甚至拿官位和家产救你。那是你答应过我父亲的，你欠我父亲，不是我欠你。
程安说的没错，你总说要偿还王兄，如今便把责任还清吧。你牺牲妻女护住的人，出事后第一个便把你推出去。都是你没用！若不是你一直护着这对母子，裴家怎会丢了宅子？母亲，当初逼赵月撤状，您也同意了。你是二房之主，出了事当然由你负责。我做这些，都是为了裴家。可你每一次，都是先牺牲我和宁儿。官僚，全是裴慎之安排的。我只是听叔父的话。裴慎之已经停职，随时等候传唤。赵月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。你失去他们，才想起我和宁儿，可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娘亲，我们以后真的住在这里吗？这里已经不是裴家二房，是我们的家。东府这么大，夫人准备卖掉换银子吗？不卖。这座宅子从前困住女人，以后我要用它帮助女人。怎么帮助？先去看看关过我的那间佛堂。裴家女子犯错都会被关在这里抄经认罪。他们以后还会把女人关进来吗？不会。这间佛堂如何处置？拆掉佛台，砸掉门锁，再把所有窗户打开。江姑娘，学堂可有名字？叫赵宁账院。娘亲，这里教什么？教女子识字、算账，管理自己的银子和田产。那我是第一个学生，也是未来的主人。从今日起，这里不再关女人，这里只教她们靠自己走出去。赵宁账院不只教识字，还教你们算账、管铺子、看田契。我们无亲无故，学会这些真的能活下去吗？能管住自己的银子，便能养活自己。我跟娘亲学，以后也要自己挣钱成。江姑娘，京城粮价出大事了！出了什么事？京城3家大粮商同时倒闭，粮铺无粮可卖，粮价一日涨了30%。他们欠了多少债？8万多两，还有300多名伙计拿不到工钱，小粮商也拿不到货款。粮铺若全关了，百姓怎么办？户部清粮司的大人也来了，他就是为此事来请江姑娘的。江姑娘，户部想请你协助清理3家粮商的债务。户部有那么多账房，为何来找我？你接管裴家产业时，没有关掉铺面和粮仓，伙计照常做工，小商户也拿到了货款。户部想知道你是如何一边追债一边保住生意的。看一眼总账，便说不清楚。带我去户部，我要看3家粮商的全部账目。债主都等着拿钱，难道不该立刻封铺卖货？铺子封了，伙计失业，百姓也买不到粮，最后铺子卖不上价，债主同样拿不到钱。娘亲以前为什么不卖掉裴家的铺子？因为铺子活着，才能继续挣钱还债。清账不是把东西抢光，是先保住能挣钱的人和生意。江姑娘，户部到了。 3家粮商欠债8万两，仓里还有粮，名下也有田产。债主要求立即查封，伙计却堵在门外讨工钱。先告诉我3件事：欠伙计多少工钱？6000两。欠小粮商多少货款？2万两。剩下的是谁的债？都是权贵与大商户的借款。先发伙计工钱，再还小粮商货款，权贵和大商化的债，最后按比例偿还。权贵借出的银子最多，为何最后还？权贵晚拿1个月银子会饿死吗？伙计拿不到工钱，全家便没有饭吃；小粮商收不到货款，明日便会跟着倒闭。不能为了保住权贵的体面，让普通人承担所有损失。欠债顺序定了，3家粮铺又该如何处置？粮仓不能封，粮铺也不能关，先卖他们名下闲置的田产和宅院，偿还最急的债。若卖田产仍然不够呢？让粮铺继续营业，每日收入先留伙计工薪和进货银子。 剩下的再分给债主，保住粮铺，粮价便不会继续上涨。铺子活着，债才能慢慢还清。按此法试行7日。大人，3家粮铺已经重新开门，伙计拿到了工钱，小粮商也继续供粮，京城粮价已经降回原价。你的办法确实有用，可3家粮商的器械都来告状，他们的嫁妆也被夫家拿去抵债了。江姑娘。 这些嫁妆该不该还债？不该。
女子嫁妆必须单独登记，与夫家的债务分开。夫妻本为一体，分得这样清楚，岂不伤了情分？夫家借债时没有问过妻子，还债时却要妻子交出嫁妆，这不是夫妻一体，是拿女子填窟窿。谁借的钱就该由谁还，不能夫家享福，女子担债。这一条也写进清账章程，债务按轻重缓急偿还，不得为保全权贵利益牺牲伙计与小商妇。女子嫁妆独立登记，夫家不得任意挪用。这3条能保住的不只是银子，还有普通人的活路。京城商户众多，日后还会有更多烂账。户部准备设立临时清账署，但清账署还缺一个真正懂得救活生意的人。户部正式聘请江兆月担任清账署女算师，可查阅商户账目，核验债契，处置产业。有官府俸禄，也可在公文上署名。不是依附丈夫得来的诰命，这是你的职位，文书上只写女算师江兆月，不写任何人的妻子。娘亲，这是您自己挣来的前程，也是女子可以自己走的前程。恭喜江先生！